体验伤感，横亘荒野，苦苦前对。有一只被反曲当先斗情切，普通天长街，筑不朽的执念，千战血也战，万人泪。星火鼎沸，长举鬼魅，天地同辉。深蓝苍生，势不可碰的软肋。同往莫折回，往下不可为。于心无愧，生气改天位。试问九天生根何为？企图作悲，我不归。此生狼狈也不沦为命运的傀儡。心当何为？抽当书写，纵化成灰，我无悔。欲望实现，重现日月，换人间星辉。园林定魄，血影千灯，起！仙家术法，他们这是要做什么？不知道，但对新棉来说，不是好事。程颖，去。见鬼人，快跑！不要说，不要！
孽入绝路，若肯悔过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快走！这是？你是天元派的弟子？不是。那你可认识白宗英师兄？你还打不打？不打我就走了。不知死活！护不住你们，不要出声，快藏好，藏好。姐姐，阁下这么着急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找他，玩得开心。一个练气的修者也值得费这般功夫。我劝你还是束手就擒，我时间可有限，师父还在等我回去呢。张嘴闭嘴的都是师父。南宫孤红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没断奶？还是你的道心乱了，对你的师父产生了什么龌龊想法，想娶她当媳妇儿啊？小仙子别怕，我不是要与你为难的，只是你杀了我教中的人，还毁了这件法器，我不得不将你带回去，给我的教众一个交代。你和那鬼先生出自同一宗门。是啊，但我不想给他报仇，我只是不得不奉于命令对你出手。不如你乖乖跟我回去，我保证留你全尸。一丘之貉，讲道理都不听，那便只能动手了。阁下可真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啊！破了我的阵法，还扫了仙门的颜面，如今又想救下那个女子，怕是故意与我为难。这是我呕心沥血制造的囚龙法阵，这24道生门已被拦断，36条死路亦被阻绝，可所谓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。就算是金丹修者来了，也难以破开。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天了吧？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的话真的很多？你究竟是什么位阶？没算过，但破你的阵足够了。吹笛子的，还等什么？笨死，这都打不住。没有你，我早拿下他们。
程颖健不斩无名之辈，报上你的名号。你废话真多。你违背道心，插手世俗之事，本就该死，累及我们出手，更是罪不容诛。还不认输？没死就不算输。破皱纹缠身，即便残忍，好过命运困我们的是进退。书上说了，换完肉就能看见颜色，应该快了吧？是魂换骨我都忍，是痛入归涅槃生，只为余生换回一世为人。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眼前刀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疯敢梦不败火畅快一程。破皱纹缠身，即便残忍，好过命运困我们的是进退，皆当作千年容忍。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我们虽然接触不多，但我觉得你跟外面说的并不相同。如果你真是个贪财怕事之人，为什么不来求我帮忙？毕竟在世俗眼中，我也是个修行者。你不想活吗？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疯敢梦不败火畅快一程。中不中啊？不中。快！咦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药。药是给姐姐治伤的吗？谁给她的？不知道，药不能乱用，都不知道是哪儿来的，万一是毒药呢？哎，老陆，新仙子怎么样了？想办法给他用了。这不是你的救命丹药吗？
你不是已经送了他恢复气海的藏心兰吗？还送丹药做什么？给他送去。送完法器又送花，如今连保命丹药都送了。老陆，你心疼了。没错，换做是我也得心疼。新仙子办的这事儿属实仗义，他和你也就几面之缘吧，如今竟为了你豁出性命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你说他图什么？莫不是真的看上你了？如果你有一天像他这样，我也会心疼你的。嗯，这话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话。不过今天我心情好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长长见识。长见识？走了，到了就知道。我师兄他走了。是。林少宗主留信一封，说是灵台顿悟，恐劫难将至，先回师门闭关了。金师兄刚进城，可有什么发现？我人来晚了，到的时候你们都打完了。两位仙师，那林仙师是不是畏惧那妖女的淫威，临阵脱逃了呀？你当那女修是什么厉害人物？一个炼气期的修者，有什么可惧的？炼气期，那你们几人围攻，不也让他跑了吗？本官知晓几位仙师的能力非凡，只是夜长梦多，那妖女还在外面，总归是不放心的。不如给几位宗门长老去个信，请他们出手相助，也好早点解决这摊子糟烂事儿。他也配我师尊出手？配不配不是紧要的，最紧要的是如何捉住那妖女。当初朝廷可是与12仙门订立过契约的，朝廷允许仙门存在，收徒传道，自建宗派，但仙门也得帮助朝廷维持秩序，不得令任何修者入世，干预王朝的运转。可后来有了散修，不遵规矩，又生了邪宗，不受管控，他们入门不立道心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即便这样也罢，只要12仙门加以约束便好。可如今呢，连一个炼气的修者都能在京城横着走了，这是什么规矩？又是什么世道？本官在说话呢，你能不能晚点再吹？什么规矩啊？大人坐稳。那两位仙师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？等。这等？对，等他来杀你。他的目标是你，不杀了你，他是不会离开京城的。所以你在这儿，他就会来。你说她一个弱女子，知道这么多人在抓她，她会来吗？还不认输？没死就不算数。他会的，等着瞧吧。你也不必哭丧着脸，有我们在，你的这颗脑袋会安然地挂在你的脖子上的。小心点儿，别洒了。好。仙子，你醒了？
仙子，你吃。这是我和哥哥刚从树上摘下来的，不脏的。所以，你们是陆怀的孩子？是义子，陆大人对我们有恩，他死了，没人给他收纸扫墓，我们就自己磕了头，认他当义父了。爹爹对我们很好的，他在世时经常给我们送吃的。后来他被关起来，那些人就来屋子里打杂，我和哥哥留在那儿，是给爹爹看家的。我们想着，他总有一日会回来的。可惜，所以你们救我，也是因为他。你给爹爹收尸，你是个好人。魏县离京城这么远，你们为什么跑这儿来了？因为你能替他报仇，只有你会，也只有你能替他报仇。你是仙人，仙人会庇佑好人的。我不是仙人，我是修行者。都一样的。上次我与那黑袍老者厮杀的时候，也是你们救的我。你受了伤，晕了过去，我们就把你拖回宅子了。但这次不一样，这次官兵都出来了，满城抓人，好凶的，我们不敢留在那里了。那这次，你们是在哪儿找到我的？破宅。那晚你把我们藏在草垛里，我们不敢出来，一直躲到天亮才回宅子。一开门就发现你晕在里面，然后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了。破宅？可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街上晕倒的，应该是有人救了我。你们看到什么人了吗？没看到。啾啾也没有。你们没吃饭？我们不饿，等会儿我带九九出去吃。来，先吃一个。谢谢仙子。之前不是叫我姐姐吗？以后依旧这么叫吧。我们听说你是义父的夫人，可我们跟了义父这么久，也没看过他成过亲。当时魏县有很多漂亮的姑娘喜欢义父，托了媒婆上门提亲，但他都拒绝了。你和义父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你们真的是夫妻吗？老陆，别光喝酒，过来啊！这就是你不帮我送药，也要带我来，长的见识。对啊，今儿的醉仙楼被我包下来了。心交火树，红莲万蕊，舞姬娇媚，乐曲缠绵，有酒饮，有画赏，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！那也要求得到才算啊！这种地方，对我来说，除了潮儿，就是闹眼。世间万物都离不开平衡二字，就像那太极，阴阳相抗，有舍才有得。你们战鬼族天生体魄强健，修炼飞速，就连血液都能疗伤。要是其他地方再与凡人无异，那岂不是所有好处都被你们占去了？那是神的惩罚。知道是惩罚，这不是在开解你吗？你就这么想，
凡人要是想修炼成神，也得遭大劫小难。你想要变成人，也得走这么一遭。这么想，心里是不是就舒服些了？并不。我知道，战鬼人残暴嗜杀，身体强健，却毫无痛感，自己不疼，也不在乎别人流不流血，于是疯狂。万物入口皆腐臭难闻，可为了生存，却要日日下咽。别人眼里的珍馐佳肴，于战鬼人而言，却如同泔水一般。于是极恨，也知白天黑夜，也有四季更迭，却夜夜无法安眠。终其一生，不得一梦，于是焦灼。都说世上色彩万千，斑斓艳丽，可看不到，也是一样的了无生趣。红粉佳人与修罗恶鬼，繁华盛世与阿鼻地狱一般无二。于是冷血。这样的人生，对于你来说，可能毫无意义。但现在，你已经找到办法了，只要通过换皮、换肉、换骨、换血、换心这5关，你就能脱胎换骨，再世为人了。老陆，你已经可以安睡，也即将看得见颜色。你和别的战鬼人不同，你的阿鼻地狱已经有一束天光了。来，今天我就提前教教你，这世上都有什么样的颜色。远山寒带细舒扬，粼粼四弦竹匣伤。老陆，这是远山带。谢公子夸奖。苦涩浅浅米汤浇，风吹到手金盏摇。这是米汤浇，这是金黄。四月青梅如豆大，林间枇杷正肥时。但这不是枇杷，也不是青色梅子，这才是青梅色。你说的这些，我根本就分辨不出来。我就想问问你，你的领口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红色。老陆，你能看得见红色？对，我现在能看到红色了。老陆，你能看得见红色，你能看得见颜色了，你能看得见红色，你能认识颜色了，老陆，红色。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看不见颜色了。要是这个法子不好用怎么办？老陆，虽然咱俩年纪一样大，术法也一样强，不瞒你说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儿子养的。
先生来了。一别经年，先生还是原来的模样，一点儿都没变。这宫廷也没变，连块砖瓦都没碎裂。都说岁月匆匆催人老，可被这时光洪流带走的，似乎只有朕一人。时光匆匆，皮囊衰老，无可避免吧？先生说的是。来，你快请坐。知道你来京城，朕特意命人取了乌泉山的冷酒，提前在冰窖里冰了2个时辰呢。先生当年最喜欢这酒的滋味，你快尝尝，这味道可有改变？先生这些年在外头行走，不知可否听到什么朕的传闻呢？传闻？什么传闻？才华呀！先生难道没听说？世人皆说朕书画双绝，金石书法，诗词无一不精，笔力雄奇飘逸，俊逸若仙。朕在文坛上还有一个名号呢，叫做四会仙人，意思就是说，朕的书画有惊风扰雨、镇鬼摄神之能。先生难道不知？先生，何故发笑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我这些年已经很少写字作画了，对这些事了解的不多。是吗？原来如此。当年一别，朕想先生该是改了名姓，可先生才华绝代，书法画作都是当世之冠，若有所出，定会一鸣惊人。朕便也专注此道，命人收集了大量的字画，可一直没有先生的消息。人生聚散，就好像是云边孤雁，水上浮萍。你不用太过于执着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可先生向来一诺千金，说过的话绝无更改。可是先生，这一次，你为何回来了呢？啊？先生为何不说话？你想听什么？什么都好啊。你我师徒2人多年未见，难道不该忆忆往昔岁月，叙叙别后离情，聊聊故人，谈谈今朝吗？莫非先生已经没什么话想跟朕说了？你害怕？怕？哼，朕怕什么？是啊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现在你已经获得了你想要的一切，锦绣江山，亿万子民。你现在坐在那个位置上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当年我扶你上位，纯属巧合，我凑巧入了宫，与你师徒一场。偏偏那个时候，
我看你还算顺眼。偏偏那个时候，宫内从上到下太不成样子，于是我便送你一程。我不求任何回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坐稳了皇位，便对我起了杀心。但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凡人，所以根本杀不了我。我不会报复你，我说到做到，所以无论过去多少年，你都不用怕。我这次来，纯属为了私事，与最近的仙门修者有关。这与你无关，你不用管。最多5日，我就会离开京城了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您去过北乡了吗？当年你做了一幅画，孤山万丈，大雪绵延。你说北乡的日头很好，又灿又烈，一朝升起如大地铺金。你说早晚有一天，你会亲自去看看。你当年说你也要去，是。那你去了吗？不怕先生笑话。朕小时候读书，只觉我朝疆土广阔，富有四海。朕想着，若有一朝我能登上帝位，放眼边塞，该看到怎样的好风景。可当朕真的坐到了这个位置，却只看到了四四方方的院落，来来往往的朝臣。朕也很想出去走一走，可却怕丢了这把椅子。这把椅子，可是先生，你一路背着朕，踏过风雪，走过暗巷，经历了无数的阴谋算计、血腥与肮脏才抢来的。若是丢了，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背着朕把它抢回来了。阿定，你已经赢了，放宽心，好好睡一觉吧。也偏不向他妥协，与其追恋风月，不如决然于苍生进退。绿刀剑，舍生念，是为不共身边。修为险，化飞燕，也要看这世人沉寂的天亮一片。不怕迷雾遮眼，正义会太平年。你听怒浪滔天，多少哀怨得以平息，多少人不依不偏。知天问远，不让我做红尘落脚的线。临这一边，这就别